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向大家介绍一下长桥证券最新推出的外资入金功能。通过这个功能的话，我们可以不用开新加坡的账户或者香港的账户，只要我们有任何非中国大陆地区的银行账户，就可以给长桥证券入金了。而且手续费非常的低，单笔基本在30人民币左右，而且当天就可以到账，速度也非常的快。下面就向大家去介绍一下如何用外资给长桥证券入金，希望能够帮到大家。长桥证券是这2年新崛起的一家新的证券公司，它背后的创始人和资本都是阿里巴巴背景的。我是决定从去年开始正式使用长桥证券的。经过1年左右的使用体验，我感觉长桥证券的优点还是很多的。首先，长桥证券它第一个优点就是可以协助客户去开香港的银行账户。目前一共可以开3家银行，分别是招商永隆、工银亚洲和渣打银行。需要开户协助的小伙伴可以点击视频下面的链接加群了解。长桥证券的第2个亮点就是长桥证券 APP 里面它有大量的原始数据。比如说我想知道特斯拉去年卖了多少辆车，今年卖了多少辆车，在其他的证券 APP 里面是没有这个数据的。一般我们只能去看到公司的财务3表，而长桥证券的 APP 就把这些完全的总结归纳，并且以图表的形式呈现出来，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长桥证券的第3个亮点就是我觉得它的开户奖励是非常好的。因为长桥证券目前正处在开疆拓土的一个阶段所以说目前它有非常多的开户的礼物送给大家。比如说港股、美股是可以做到免佣金的，像其他的互联网券商的话，它还是有佣金的。佣金的话，对于高频交易的小伙伴来说，日积月累的话，还是一笔不少的费用。所以说尽量是选择有免佣金的一个券商。长桥证券它免佣金的条件也是非常简单的。港股的话，入金1万港币就可以终身免佣金。美股的话，入金1万美元也可以终身免佣金。这个门槛的话是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低了。当然如果说不足1万的话，也是不影响交易，可以正常开户的，只不过是有佣金的。长桥证券的佣金的话，相比其他互联网券商也是要低一点的。具体费用的话，我们可以在长桥的 APP 费率这里非常清晰的看到我现在交易的费率是多少。我印象中其他券商是没有这个页面的。对于佣金交易费这些，有一种藏着掖着不想让客户搞明白的样子，而长桥证券就明显更加坦诚一点。另外一方面，关于外资，相信大家都已经不陌生了。早在5年前，外资的名字还是叫 Transfer 外资的时候，我就已经向大家推荐过这个 APP 了。外资的它的优点主要是有2个。第一个的话就是转账汇款的手续费很低，跨国汇款单笔一般只需要30到50人民币。如果说我们在银行直接操作国际电汇的话，费用一般是200人民币左右。外资的第2个优点就是它提供免费的虚拟的美国银行账户，可以用于简单的收款付款。话说回来，长桥证券目前推出外资的入金服务，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炒美股出入金手续费基本上可以做到忽略不计了，尤其是对于出入金频繁的小伙伴来说是特别友好的。另外的话，外资的转账速度也是非常的快。我自己经常使用的是美国转账到日本，通过外资的话，基本上10分钟之内就可以完成汇款到账，体验非常非常的好。下面就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演示。我们首先打开外资的 APP，我们需要有一个新加坡的账户。我这边之前是已经申请过了，如果还没有的话，可以直接点击这边，然后选择外资余额，在这边输入新加坡元。因为我这边已经开通过了，所以在这里搜索是搜索不出来的。然后我们到首页直接点击我们的新加坡的货币，在这边的话，我们是可以看到外资内置的新加坡的账户的。首先我们点击右上角的3个点，然后选择获取账户详细信息。在这个地方的话会出现一个 PDF 文件，在这个文件上面是可以看到我们的名字、账户信息的。这些是需要提交给长桥证券的，所以我们先把这个文件保存下来。接下来的话，我们返回到首页。返回到首页之后，我们继续以下的步骤。
首先第一步是打开长桥证券的 APP， 获取收款账户，我们选择存入资金，在最下面选择外资转账。这边的话有3种货币可以选择那分别是新加坡元、美元还有港币。那我们的外资账户有哪个货币我们就选择哪个，那无论是哪种货币都是可以顺利入金的，这点大家不用担心。那比如说我选择新加坡元，点击完成后，在这边会出现一个收款账户。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需要把这个收款信息填写到外资账户里面，用外资汇款到这个账户，就可以顺利的入金到长桥证券了。我们打开外资，在首页选择汇款，点击添加收款人，选择收款货币，这里我们刚刚选的是新加坡元的账户，所以说我们就选新加坡元，然后点击输入你的银行账户的信息。在这边的话，我们直接把长桥证券的收款信息复制过来就可以了。那首先的话就是收款人的名字，长桥证券的英文，其次的话银行名称是 DBS， 也就是新展银行。那账户号码的话，填写长桥证券的收款账户，我们直接复制过来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点击下一步，接下来填写汇款的金额。那如果账户里有哪个货币，就选择哪个任意的货币就可以了。那如果是日本的银行账户的话，就选择汇出日元输到新加坡元，这个是很简单的。那如果是美元银行的账户的话，就选择汇出美元输到新加坡元。那汇款方式这边我选择的是美国运通的支票的银行账户，那手续费是 6.95 美元，折合人民币的话大概是40多元。那对于跨国汇款来说的话，这个费用是非常非常便宜的。那到账时间是数秒内，基本上是可以秒到的。接下来的话我们点击继续，在这里再输入收款人的信息，地址的话可以在收款信息里面找到，直接复制填写就可以了。那填写完成之后点击更新。接下来的步骤是，首先我们选择一下转账用途，随便填写一个就可以了，比如说旅行的费用，然后点击提交。那系统的话就会把这笔汇款给汇出去。因为我现在并没有实际汇款的需求，所以说我就不继续操作了。那汇款成功之后的话，我们需要给长桥证券那边做一个通知。具体的操作步骤是这样的。那首先的话，我们打开外资，点击我们刚刚的新加坡的账户。那接下来我们在交易记录这里就可以看到我们刚刚汇出的那笔交易。因为我这边没有实际汇出，所以说是没有记录的。那接下来我们就会把这个截图给保存下来，然后稍后是需要上传到长桥证券的。那截图完成之后，我们回到长桥证券这边，点击立刻上传汇款凭证。那接下来我们需要上传2个文件。那第一个文件是最开始我们保存的那个账户证明的 PDF 文件。那第二个文件的话，就是我们刚刚截图的那个汇款记录、汇款凭证。那第3步的话，就是我们输入入金的金额、汇款的金额。那最后点击通知长桥证券查看款项。那一般情况下的话，工作日汇款是当天就可以到账。那通过外资向长桥证券汇款的流程的话非常简单，那整个过程的话1分钟都不到就可以完成了。而且的话它的手续费只是 6.95 美元，折合人民币40元左右，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便宜了。可以说长桥证券推出外资入金的功能之后，它的吸引力无疑会更大了。因为通过外资入金打破了大家炒美股的一个最大的屏障，就是入金的问题。那如果大家对长桥证券感兴趣的话，可以点击视频下面的链接查看长桥证券的开户教程。那大家也可以加入我们长桥证券的交流群和美股交流群。那如果说大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有任何问题，可以在群里面提问，有非常非常多的热心的小伙伴会帮助大家。那以上的话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如果觉得还不错的话，欢迎点赞分享，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点开小铃铛，这样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我视频更新的通知啦。那我们下期再见。